大家好，我是洛克。本期影片的主题是要来分享类存股投资大获全胜的原因，那就要来聊一聊前阵子我所发布的影片《类存股让你10年财富自由》。影片中我有提到威刚这档类存股标的，在今年很幸运的就达到了我所设定的90块目标价。其实原本的设定会是持有个3年左右的时间，才有可能涨回我设定的目标价。不过既然幸福提早来敲门了，那我还是要秉持着类存股的原则。于是到达目标价的时候，我就挂单全数卖出威刚这档标的，获利的报酬率接近于70%。那为什么不是之前影片中所提到的80%的报酬率呢？那又是为什么我敢在某个价格到来时all in这档标的呢？请各位朋友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我会将关于类存股的操作心法毫不保留的与你分享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洛克我平常的兴趣就是研究房地产跟股票投资，所以知道从2011年以来，所谓的股灾就是当大盘从高点下跌的幅度到达20%以上，甚至是30%的时候，就应该会开始止跌了。所以去年的1月份，大盘从18619的高点开始回档20%的幅度的时候，我就马上跑去跟银行申请理财型房贷。理财型房贷与一般增贷出来后的房贷比较不一样的是，理财型房贷是等你有资金上的需求，并且动用到这笔钱时候，才会开始本金利息归还。相较于一般房贷，只要一增贷出来就需要开始本金利息归还，所以在资金的运用上，灵活度比较好一点，但是也有缺点啦，就是利率相对高一点。那我总共借出了200万元，加上手边可动用的资金大约100万元。总数为300万，不过实际投入到股市的资金只有250万而已，另外的50万就是单纯的放在银行内，固定每月缴交增贷出来的房贷金额，换算下来1年需缴9万块钱，也就是说50万可以扣缴长达5年之久，所以我就把250万分别买入4档标的，目前的话已经有2档类存股到达目标价，并且已经卖出，其他2档类存股虽然还未达标，但是在账面上都还是获利的状态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威刚的日 K 线，我投资威刚这档股票的时间点是在2022年10月4号，当天的收盘价是53.4块，所以我就在收盘前的1分钟就直接按市价买入15张威刚。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天买入呢？因为在9月30号这天，威刚盘中有跌破当时 Q1 可以查询到的净值49.7块。而且在当天收盘时收涨为51.9块，但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分析派的，所以当止跌讯号没有出现时，我是不会出手买入的。那止跌讯号又是什么呢？就是收盘的时候要站稳5日线，这是最基本的止跌讯号。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在10月4号53.4块买入的原因，所以这也是呼吁大家千万别随便抄底，就算要抄底，也要有凭有据。千万别凭感觉意气用事买入任何一档股票，因为这样只会让你用运气赚来的钱，用实力输回去而已。但这也是因为我观察威刚这档股票够久的缘故，知道它长期以来的月 K 线走势，始终就是维持在50到90的区间震荡，而且每一次回档形成的底部低点，也是越来越高。种种的形态表示，以及数据所呈现出来的线索，都在告诉着我，这边就是可以进场买入的机会点了，因为我相信历史会重演。各位心脏不够大颗的，千万别模仿，因为叔叔有练过。并没有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，但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。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，帮自己点个赞，帮这部影片点个赞。那你看到最后，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，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，而不是想成功的人，因为要成功跟想成功，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。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，跟我的想法做连结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那我再介绍另一档达标的类存股，就是大家最熟悉的0056元大高股息。这档 ETF 应该是蛮多存股朋友们心中的第1名吧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只要这档股票的高低点价差我能清楚的掌握到，那我就会把它纳进我的类存股标的里。这档 ETF 我是在去年2022年10月27日买入的，
当天的收盘价格是23.58块，买入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在10月19号这天除权息嘛，当下爆出了0056历史上当月最大量出来，总共150万张的成交量，而且是在低档的时候。所谓低档爆大量，就表示在这个位置有一大群人觉得这边就是低点了，又或者是觉得股息的殖利率够高了。那不管理由是什么，在这个点位就是有很多人愿意来当接盘侠。但是以一个需要看到讯号才能做买进的技术分析派来说，关键的位置还是在站稳5日线啦。而且在10月27号买入的价格，比爆大量那天的价格还来得低哦。那我们切换到0056的月 K 线来看，可以看到每次回档的底部位置也是越来越高。以前2次最低点画一条直线，可以发现2022年的10月份低点几乎是来到我所画出来的直线上了。所以以长线来看，0056还是处在多头的上升楔形格局中。套句巴菲特爷爷的名言：别人贪婪使我恐惧，别人恐惧使我贪婪。你有病，你有病。那我卖出的时间点是在2023年的7月31日，当时卖出的价格是36.58块。因为从买进0056的那一天起，我的目标价就是设定在突破前次高点后就马上卖出，就算是盘中突破也算。所以我认真觉得0056真的很强，除了每年都可以顺利填息外，还可以创新高。只是因为之前的股价波动都偏小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把它归类在可以操作的类存股名单里。但因为这次股灾前就已经飙涨到36.17块，在对照跌下来的幅度后，我发现只要在对的时间价格出手，就可以轻松获利超过50%。顺带一提，我还有领到2023年7月中发放的股息哦。我全都要。正所谓知识的落差，就是财富的落差。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，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，别人想抢也抢不走。各位朋友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，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。如果他们并不富裕，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？其实股票的操作方法需要真的去执行后，才能去体悟其中的道理，因为有可能表面上听得懂，但实际操作上又是另一回事。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投资的道路上少赔点钱，少走点弯路，慢慢开始转变为大赚小赔的模式，持续的在股市市场中获利。也希望类存股投资法能加快各位朋友财富自由的速度。那我们就来讲一下类存股的优缺点吧。优点1呢，就是进可攻退可守，因为在我挑选的每一档类存股里，本来就是预计长报各2年到4年不等，短期内涨不回目标价没关系，还是有股息股利可以领，更何况也有殖利率的保护。像我所买的0056，买入的价格是23.58块。然后我就用近5年的股息平均值，从2018年到2022年得到的数字为1.75块，所以换算下来的殖利率为7.42%。在这个护城河的保护下，股价要再往下跌的几率实在不高。优点2呢，就是股票持有时的安心感，你不会因为买入后而担心短期内的跌幅，就算账面上的亏损逐渐扩大，但是只要时间一拉长，市场终究会证明我是正确的。要说缺点的话，那就是资金必须卡在市场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在这期间如果有急需要卖股票变现的话，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。所以投资股票的时候，一定要使用闲置的资金，而且也要将长期投资跟短期投资的比例抓好。像我的话比例就是抓9:1，这1成的资金比例是属于玩极短线标股类型，算是平时训练盘感，用来多赚零用钱的。那9成的资金都是投资在类存股上面，只要我投资的类存股全数达标的话，平均报酬率至少都是在60%以上，也就是说可以获利超过150万。那么下次股灾时我可以投资的本金就会有450万了，以此类推循环下去，一定可以让各位朋友们提早退休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3晚上9点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、股票投资，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
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三见咯，拜。